盏照亮这辽阔的海洋，当汽笛回响在这繁忙的海港，我们挺起胸膛，迎接新的挑战。这海岸装载着我们的梦想，这海浪拍打，奏出最美的乐章。我们用真心拥抱每一份渴望，忙碌的光阴摇晃，绚烂宁静的夜晚，那是最美的图案。坚强它扛在肩上，温柔它却留在心房。我们的向往握在手上，我们的眼神不彷徨，不孤单，满足其实很简单，彼此间信任的目光，并肩的方向就是希望，那才是最值得收藏的宝藏。小猪，你听到吗？我爱你，小猪，我爱你，我爱你，我爱你。志豪，你叫他走，叫他走，不要再烦我。你还有2个月球的试案，你不觉得太迟了吗？你敢像我这样在他面前大声的说我爱他吗？你不敢。你说什么？我说你没种。怎么？想打我？来啊，来啊！我知道你忍了很久了，我知道你气我，还想要成这样。来，动手啊！来啊！怎么？不敢了？等什么？来啊！打啊！来啊！怎么？等什么？放上你！我让你输了！你们在干什么？他们打起来了！他们打起来了！妈，快点叫他们停下来啊！天君、志航，你们别打了！你们两个给我住手！小杨，喂，兄弟，抓小猪了！妈，抓小猪了！你们干什么？放下！你们到底在干什么？我都给你们搞糊涂了。保姆，我们带他出去。好，你们去吧。放手啊！放心拿着你。我帮你们开门。小猪，小猪，胖嘟嘟，抓去卖了好买猪，卖了出去吃小猪，可怜我们的小胖猪。等我啊，等会啊！喂，让我抓到你！好，你坐在这里，乖乖啊。加油！喂，你也老主任，你很创意了没有？这样吗？小猪加油！会啊，会，来，小猪加油！小猪加油！小猪加油！
来了。来，小杨，salad。哇，还有汤。我们今天呢要好好的喂一喂这只小猪了。小杨，你一定要多吃一点啊！你最近瘦了很多啊。怎么了？是不是不舒服？没胃口？还是累了？你不用那么着急吧？他不是不要吃，他是怕吃成大肥猪而已，对不对啊？我会吃，我也不怕变成大肥猪，但是你们两个也要听我的话。我听。你回船上去当年副船长。喂，你不是也随我辞职吧？怎么？你能辞职，我就不能辞职啊？你怎么这么没有责任感的啊？刚刚当上副船长，现在要辞职，船每次离开，起码都要1、2个月才能回来啊。那有什么关系啊？还有我啊。怎样啊？刚才说听，到底听不听？我不把辞职信交上去就是了。这就对了，你别忘了，我们还要等你当上船长之后呢，做你开的船呢。还有你，明天给我回船厂去上班，因为我跟他不一样，我辞职信已经交上去了，把信要回来。我会回船厂的。等我办完一件重要的事之后。那明天就打电话回去，跟他们说你不辞职，改成申请无薪假期，以1个月为限。啊？再哈，我就马上离开。好，我听你的话 ，OK。不过呢，你也要听我们的话。好，你说。我跟志航商量好了，我们2个人从明天开始会分2段时间来陪你。早上是他，下午是我。我们会依照物理治疗师给我们的建议，帮你做复健。小杨，我们真的很希望你能像以前一样开心。你一定要振作起来，不要再把自己封闭起来了。什么封闭起来啊？你讲话不要那么肉麻好不好？以前是这样，现在是这样，一点进步都没有。你这么厉害，你来说咯。说就说。小杨，你不要再把自己封闭起来了，要不然我就揍你！哎呀！看谁揍谁！哇，你打人很疼。我是帮志航报仇，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负他。哎，小杨，你要去哪里？洗手间。我来帮你。不用了。你真的可以吗？放心吧，他可以的。你干什么？让我用先会死啊！我很急了。这是成全人士用的。滚开！喂，你讲不讲理的？我是不讲理又怎么样？喂，你干什么？你放手啊！警察！警察！喂，你不要跑！不要跑！哎，我去一下洗手间。放手！放手！喂，干什么？王八蛋！我越想越不爽，那王八蛋弄你那么伤，搞了我们一整晚，就这样送他去警察局，那么便宜他，要揍他一顿。这个世界怎么会有那么无耻的人？我是不会被欺负的，谁也不准欺负我。哇，我们那个人见人怕、充满霸气的小猪又回来了。什么人见人怕？这样你说我有那么恐怖吗？当然没有了，你是人见人爱。喂，什么时候那么学会拍马屁啊？什么拍马屁啊？我说的是真心话哦。屁呀，真心话，恶心话啊！哎，兄弟，我的恶心话还说不过你啊。小杨，你来评评理，谁说的是真心话，谁说的是恶心话？你们两个说的都是废话。小杨，你要相信我啊，我说的都是真话。喂，你人见人爱啊！你少废话，开门啊！拜拜。拜。志航，我要跟小杨结婚，我会好好照顾她的，我不会再让昨晚的事再发生在她身上。小杨答应了吗？还没有，他以为我在可怜他、
同情的。那你是吗？我不是，我真的爱他。我知道你也爱他，可是，请你退出吧。不，我不会退出。我要带小杨跟我到世界各地去。我可以申请让他跟我在一起。小杨在船上比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安全。你这家伙！好，我们就来一场公平竞争吧。不管小杨最后选择谁，都一定要让他幸福。时间好像挤了一点。你就帮帮忙吧，我真的挤不出时间了，最多也只能给你到6号啊。好，我们就拼了命帮你装好。那就谢谢你了，我先走了，拜拜。一定，我们先到里面谈一谈。好。诶，你不是 Keppel 船厂的？我叫蔡真雅。哦，对，范宏安的助手。他没有跟你一起来吗？没有，我们现在负责不同的工程。我们刚落成的钻油台就是出自他们的手，非常出色的工程。范宏安监督的工程都很出色。他好像有个外号叫“冰人”。冰人，挺有意思的。他是不是很严厉，所以得到这个外号？不，他是因为有一段很刻骨铭心的爱情，一直无法忘怀，所以才把自己的感情冰冻了起来。原来是这样。对了，这是我太太 Angelina。你好。那我不打扰你们了，我先走了。原来是嫁给了有钱的钻油台大老板，这种女人，冰人为什么？糟了，冰人！你也来了？怎么了？我的肚子不舒服。那你需不需要上厕所啊？不用啊，我是肠抽筋。肠抽筋？反正不是肠抽筋就是胃抽筋了。你快点带我去医院啊！走，快点 ，taxi！ 那个医院。没事了，一点都不痛了。我这毛病就是这样子的，痛一阵子就过了。那就不能疏忽啊，得找医生好好检查一下。医生也检查过了，他也说习惯就好。肚子又痛了，肚子腿都痛了，又痛了。你别动，你坐好，不行，坐好。不行，我叫你坐好，不然你肚子会更痛的。坐好。该往哪里才能找回你的脸？该往哪里才能追回那些时间？或许停在这里吧，反正怎么都学不会忘记想念。该往哪里才能让你懂了解？跟那辆车。不行，先去医院，我肚子很痛啊。
你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去医院。你走后唯一的改变，是伤心永远留在心间。你去哪里？我不看了。是不是因为双汇？是不是因为双汇才假装肚子痛？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是不是知道双汇会出现，所以才？郑雅，你知道一些事，但是你没有告诉我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郑雅，我很急要上厕所，你不要一直跟着我啊！我等一下会自己回去的。郑雅，这样都被他看出来，真是太失败了。我为什么要隐瞒他？我应该让他知道真相的。你就是林双慧，对吧？对不起，我不是你要找的人。林双慧，你既然让他相信你已经死了，那为什么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出现在面前呢？我会告诉他，你并没有死。不，你不能这样告诉他。我宁愿他相信我已经死了，也不要他知道我还活着。你们不是一对恋人吗？曾经是，不过那只是一段很短暂的恋情。后来我发现自己并不爱他，所以就干脆找人告诉他我已经死了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告诉他我曾经来过，让他忘了我吧。对了，这是我太太 Angelina。你好。我不能告诉他，我不能让他知道林少慧欺骗了他，而且还嫁给有钱人。你怎么还在这里啊？我不是叫你回去了吗？双汇没有死对吗？你问错人了。我看见他了。你又不是第一次，你上次还不是认错人？他上次戴着墨镜，我看不到他眼神，可是这次呢，我确定他是双汇。他的眼神是跑不掉的，他就是双汇。你看见他，他也看见你。对。那为什么他不停下车？为什么他不要来找你呢？你以前不是说你们爱得有多深？那为什么他避而不见呢？或许他有苦衷吧。不是，那根本就是你的幻觉。是你的幻觉。这个世界已经没有林双辉这个人了，一切已经过去了。范宏安，你醒醒好不好？会找到他的，我会找到他的。笨蛋，范宏安，你真的是大笨蛋啊！竟然没有察觉，这房间空的装得下整片海绵，旧照片静静地陪我聊天。那从前一直就坐在身边，甲板间洒满你的小和甜。回忆里，思念乱成了一片，风吹过那些拥抱的画面，有
有些爱无法时过境迁。洪安，我一直以为我这辈子不会再碰见你了，可是，在那么遥远的巴西，我们竟然会擦肩而过。真的是你啊！你是谁啊？我不认识你。在这里吧，反正怎么都学不会忘记想念。该往哪里？对不起，洪安，我没想到我给你的伤害远比我想象的还大。我为什么还留在这里？难道我还想看看命运会不会再让我们相遇？我好自私。该往哪里才能找回你的脸？该往哪里才能追回那些时间？或许停在这里吧，反正怎么都学不会忘记想念。该往哪里才能让你都了解？该往哪里才是你要到的永远？你走后唯一的改变，是伤心永远留在心间。是伤心，永远留在心间。请坐。妈，其实我也有一件事要请你帮忙。说吧。请问你认识他吗？他是负责我们公司南美洲业务的总裁。哦，他跟我以前的一位同事长得很像。是吗？那时候我们一起负责Polvo的改造工程。Polvo？那是12、13年前的事了。对，是我第一个工程。请问他叫什么名字啊？你可以先让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找他。那时候我的那位同事刚加入我们公司不久，很年轻，是我的工程助理。在那时候呢，几乎没有女孩子会加入这一行，所以他的出现额外引人注目。那肯定有很多人追求他，你是其中之一。其实，在工作的时候，我们一起解决问题，朝夕相处，很自然的，我们就走在一起了。在改造Polvo的工程当中，我遇到了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。那时候我真的很想放弃，可以说如果没有他，我是不可能坚持下去，也不可能完成工程。是他给了我信心。
就是说，如果不是因为他，你今天也不可能成为那么出色的工程总监了。对。那后来怎样？你们有没有在一起？工程完了以后，他就回澳洲探望他的家人，再也没有回来了。为什么？就在迫我举行命名礼的那一天，我接到他家人的电话，说他在澳洲发生车祸，去世了。抱歉。可是我怀疑他没有死，而且照片里面的人就是他。妈，你能不能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？不如你告诉我，你要找的人叫什么名？林双慧。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他不姓林，也不叫双慧，而且据我所知，他10年前并没有来过这里。目前他人在南美洲，不然倒是可以安排你们见面。我刚才见了方洪恩，他看见了你的照片，他说你和他要找的人很像，他要找的人是林双慧，就是你。那你？我没告诉他，我说他要找的人是负责我们公司南美洲业务的总裁，他以前没有来过这里，不可能是他要找的人。我想你应该希望我是这样回答他吧。我在这里工作的时候，曾经和他合作过。他都告诉我了。你们的感情很好，那些都是过去的事了。那你为什么从来没有告诉我？没什么好谈的。你为什么让他以为你遇到意外，已经不在人间了？不说了，得去机场了。是因为我吗？那些都是陈年往事了，我已经差不多全部都忘了。我真的不想再提了。我们去机场吧。
弹得真好。Thank you。如果有的选择，我情愿坐在钢琴前弹一辈子的钢琴，可惜事与愿违。你终于向现实屈服啦。我答应我爸加入公司，等我们吃草完这里的业务，我就要回去澳洲，向他报告。不是凡事都能尽人人意的，你必须选择其中之一。很无奈，但是却得做出抉择。而往往你所选择的不一定是你喜欢的。不过有一点可以告慰的是，你对岸外和海事业都很有兴趣，我不必担心没有人帮忙我。Provo 命名礼时，我们就回来出席，到时我可以亲眼看见你有份参与的杰作了。怎么了？你好像有心事。你是不是有话要跟我说？你很少那么为难，你肯定会让我吓一跳啊！我准备好了，你说吧。我想确定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。好啊，那也是我所希望的。我正在物色适合的戒指。不是的，我想我们还是保持好朋友的关系。对不起，你并没有向我许下任何的承诺，所以你不必道歉。你能不能早点回来啊？你这么急干嘛？我才刚到澳洲啊，你怕我失踪啊？是啊，我还真怕你不回来呢。如果我真的一去不回，那你会怎样啊？我会一辈子的找寻你，然后就像你在书签上写的，我们会相逢在天涯海角。不必啦，在 Provo 的命名礼之前啊，我一定会赶回来的。我等你。拜拜。喂，妈啊！后面一直有人撞我的车。啊！你千万不要停下来！你告诉我你在哪里？
小慧，你没事吧？小慧，不要紧。妈，小你一定要开心。有一天，云也无踪，花也谢了，愿你我相逢在天涯海角。为什么要相逢在天涯海角？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啊，只是忽然间有种感觉，也许有一天我们会分开。怎么会？很难说的，世界上的事充满了变数。不管怎么样，如果真有那么一天，我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够相逢，在天涯海角的某一个地方。吃饭了。哦。今天怎么这么丰富啊？你难得在家吃饭，而且今天我拿了薪水。你赚钱不容易，要省一点。我在这里啊，不用交房租，也不用交水电费，连寄回家的钱都是你在出，我能花得了多少钱呢？以后啊，让我自己寄钱回去。不行，我来寄吧。多吃点。秀萍啊。学校假期已经过了，旅行社不会这么忙了吧？最近比较空闲。那你安排一下时间，我们回去一趟。哦。是我说要回去的，可是三催四请，到现在都还没回去。你大概等得不耐烦了吧？不是。虽然我知道不能再这样拖下去，可是每次我告诉自己该回去的时候，心里就很矛盾。我不知道要怎么样面对家人。要怎么样开口？如果你有压力的话，就让我回去吧。不，其实我真正害怕的是，我们就这样结束了。我知道。我不应该这样子，可是我真的不想的。红安，都已经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你还是放不开呢？
即使他真的在世，你们还能再见面，还能在一起吗？我真的希望我们还有机会。对了，你不是说你要买一架电脑吗？我们吃饱后就去买。哦。这一架的特点呢是60G 的硬盘，然后有 wireless 功能。秀萍，云腾嫂这么巧啊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哎呀，来了2个多礼拜了。我的儿子在这里读中学，我过来看他。你的老公呢？他没跟你一起来呀？秀萍什么时候结婚的？怎么我都没有听病人提的？哎呀，你们好一阵子没回去了。摆喜酒也不请我，哈。是啊。来了。洪安。你是？哎呀，你不认得我啦？你们那时匆匆忙忙摆了2桌喜酒，我有去喝啊。你们这么久没回去，都生疏了，尤其是你啊，洪安。洪安很忙的。是啊，我听你妈说啦，你们忙到连孩子都不想生了。哎呀，你们结婚都有2年了吧？应该生喽。方洪安，你真虚伪！明明娶了老婆，还整天摆出大情痴的样子。慢慢把车窗摇下，你在庄稼处等他，难过像打翻的茶，晕开一整片对你的牵挂。这场爱不会开花，我情书却割舍不下。明知你爱的是他，却还是学不会摆脱这挣扎。想听的话你说给了他，我的快乐从此蒸发。如果痛是爱的代价，那伤心像傻该怎么还？想听的话得不到回答，我却还在独自装傻。